要说到地球上最接近地狱的地理景观，肯定少不了被称为地狱之门的达纳吉尔洼地。国家地理杂志曾评论这里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地方，这里的气温常年徘徊在50摄氏度以上，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刺鼻气味，地震引起的火山喷发和岩浆翻涌更是令人胆战心惊。在这种残酷极端的环境下，达纳吉尔洼地几乎寸草不生，可以说是赤地千里，没有一丝一毫活物的气息。就是在这样的地狱里，一群身影却常年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每一天都在用生命换取一种被称为白金的珍贵资源，那就是盐。他们就是达纳吉尔的挖盐工。挖盐工们的脊柱因常年弯腰而变形，肺部被盐尘侵蚀，皮肤被烈日灼伤，而他们的付出与回报却像这片土地一样荒诞。一块7公斤的盐砖在国际市场能卖188元人民币，他们每天至少能挖10几块，但挖盐工的日薪只有可怜的14元，都不够你的一杯奶茶钱。这里是地球的伤口，也是人性的试炼场。他们的故事不仅关乎盐，更关乎尊严和生存。埃塞俄比亚国家位于非洲的东北部，这个古老的国家在非洲之角上历经了30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非洲文明的摇篮，曾是强大的阿克苏姆帝国的辉煌中心。然而，历史的荣光并未为现代埃塞俄比亚带来繁荣，相反，这个国家深陷贫困、战乱与民族矛盾的泥潭，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史充满了动荡与冲突，这个国家由80多个民族组成，民族矛盾与资源争夺一直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近年来，提格雷冲突更是将埃塞俄比亚推向了内战的边缘。除了民族矛盾激化和战争不断，贫穷是埃塞俄比亚的另一大顽疾。尽管近年来经济有所增长，但仍有4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农业是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支柱，占 GDP 的46%。无数埃塞俄比亚的平民每天在水深火热的温饱线上挣扎，只要能有一份能赚钱的工作，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去劳作，只为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和国情一样复杂的还有埃塞俄比亚地理环境，高原、裂谷、沙漠和火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多样而极端的自然景观，犹如一幅浓墨重彩却又割裂矛盾的画卷。达纳吉尔洼地便是其中最极端的代表，它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法尔三角地带。这片土地被3块构造板块撕裂，形成了活火山、硫磺泉和广袤的盐田。它是非洲大陆最低点，海拔低于海平面100多米。因为是最低点，在非洲人的心中，它是距离地狱最近的地方。它满足了人们对地狱的一切想象：炎热、干燥、熔浆翻涌、刺鼻气味、蒸汽弥漫。就是在这样危险的地方，却遍地铺满白金。几千年前，达纳吉尔洼地多次被红海淹没，每次海水退去后都会留下一层岩层，经年累月，有些地方的岩层厚达800米，洁白厚实的岩层面积约有6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8个足球场这么大。岩层覆盖着洼地，就像镀了一层白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盐，有金子不挖就是傻子。所以即便是这样的白金，也是支撑着阿法尔人几千年生计的重要资源。所以盐矿开采是埃塞俄比亚最古老的产业之一。盐曾经还被当成货币使用，哪怕到了今天，现代化经济体系已经取代了以物易物的传统，盐业只占埃塞俄比亚 GDP 的 1.2%， 盐依然是数万家庭赖以生存的资源。特别对于居住在达纳吉尔洼地附近村庄的居民来说，做挖盐工是每个阿法尔人的宿命。可外人不知道的是，盐既是希望，也是诅咒，是生存的依靠，也是贫穷的枷锁。表面洁白无瑕的盐的深处却隐藏着裂痕与伤痛，每一块盐砖都凝结着挖盐工们的汗水、泪水、血水。每天凌晨4点，当第一缕阳光还未撕破黑暗时，挖盐工们就已经出发了。原因无他，
就是为了赶在温度上升之前，尽快到盐田里多挖一些盐。因为地狱之门的高温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走2个小时才能到盐田。此时的气温是35摄氏度。是的，你没听错，清晨6点的达纳吉尔洼地气温是宜人的35度，而最炎热的中下午，气温可高达50度。因为盐田的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盐壳，放眼望去就像白色荒漠。太阳炙烤下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在太阳辐射和大地逆辐射的双重作用下，挖盐工们就像身处在地狱油锅里，身体的每一滴水分都会被蒸发。虽然盐田里有的是水，但都是浓度极高的盐水，不能喝。挖盐工们每天都要与太阳赛跑，与高温搏斗，就算要牺牲睡眠连夜出发去盐田，他们都愿意。到达盐田时天还未亮透，挖盐工们只能边手持火把，边用斧头劈砍盐壳，一下又一下，发出沉闷的劈砍声，直到挖出一条大裂缝。他们反复测量着，当裂缝足够深时，他们就往里面插上木棍，然后有规律地撬动盐壳。挖盐工们这个时候会忙中取乐，唱着有节奏的歌，为了给自己加油鼓劲，给挖盐工们一个支点，他们就能撬起一大块盐盘。当盐盘从地面被剥离后，就进入下一道工序，切割成一块块盐砖。挖盐工们很有工匠精神，他们会先切割出一块完美大小的盐砖，之后再挖出来的每块盐砖都会按照这个模板盐砖的大小进行切割，这样每一块盐砖几乎都是一样的大小，不仅整齐美观，能卖出好价钱，统一的规格大小也方便运输。如此一来，挖盐盘、切割盐砖可是个体力活，挖盐工们每天都需要弯腰数百上千次。随着太阳升起，气温迅速攀升，盐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挖盐工们用布料裹住头部，试图抵挡紫外线的直射，但汗水依然如雨般滴落，落入盐砖后瞬间蒸发，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盐渍。一种是来自盐田的盐，一种是来自人体的盐，两种盐融合到一起，每一块盐砖都是挖盐工们艰苦劳作的象征。中午时分，气温达到顶峰，盐田上的热浪扭曲了空气，挖盐工不得不暂停工作，躲进简陋的遮阳棚下休息。哪怕头顶有片瓦蔽日，但气温还会高达45度。这个时候，挖盐工可以吃个午饭，他们会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干巴巴的干粮就着处理过的盐水吃下去。没错，他们连纯净水都没有，喝的水都是带有盐味的，浓度就像是一杯500毫升的水里放了5勺盐。尽管如此，这样的盐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甘霖了，毕竟盐田里的水盐度比海水高出10倍。吃饱后，他们会继续休息，脑海中不停想着自己半天的成果，挖了多少块盐砖，换算成钱又是多少。刚刚的盐盘太小了，等会又得去哪儿再挖块大的。休息结束后，他们继续投入工作，辛勤劳作一天后，每人只能挖出10几块完美的盐砖，因为更多的时候，要么撬不动只能放弃，要么挖出来的盐砖不成形，规格太小。挖盐工们力气是有，但奈何工具跟不上。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达纳吉尔洼地的盐矿开采依然保持着数百年前的传统方式。挖盐工们的工具简单到近乎原始，一把斧头，一把锯子，一双手，就是他们全部的工具了。他们不仅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护装备都没有，没有手套，没有防护服，有些人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没有趁手的工具，也没有防护的装备。挖盐工们只能用肉体凡胎去扛，加倍的辛勤劳作，才有可能换来更多的报酬。这种状态下，开采盐砖的过程充满了危险。就比如说砍盐盘，不仅需要极大的体力，还需要极高的技巧，因为稍有不慎，斧头一偏就会砍中自己的脚，而盐壳的边缘锋利如刀，挖盐工们的手掌和脚底经常被割伤，伤口在盐分的侵蚀下难以愈合。每一次触摸盐砖，每一次行走，就像在伤口上撒盐。
疼痛如腹股之躯深深钻进伤口里，又辣又痛，无法愈合，血肉模糊。不仅如此，除了高温外，在地狱之门达纳吉尔洼地谋生存，还要面临一个恐怖的恶魔，那就是无处不在的毒气。洼地不仅有盐田，还有硫磺池，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刺鼻气味，有毒气体二氧化硫和硫化氢如影随形。挖盐工长期吸入这些气体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中毒。连鞋子都不一定有的挖盐工们更没有防护面具，只能用布料捂住口鼻，可这并不能完全阻挡毒气的侵袭。你想喝口水缓解一下毒气带来的影响，不好意思，没有纯净水，因为缺水是另一个恶魔。那些处理过的盐水也很难完全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说不定还会加剧脱水。许多挖盐工因热射病、脱水而晕倒，甚至死亡。就算运气好没被渴死，地理环境带来的危险也不少。盐田的地形复杂而危险，盐壳表面坚硬如岩石，但下面却隐藏着无数裂缝和空洞。上一秒挖盐工们还在劈砍盐壳，下一秒可能就直接掉入深达数米的裂缝中。掉入裂缝不仅可能导致骨折，还可能被锋利的盐壳边缘割伤。此外，盐田中还存在流沙区，这些区域表面看起来与普通盐田无异，但下面却是松软的沙土，一旦陷入流沙就很难脱身，甚至可能被活埋。而且达纳吉尔洼地不仅是自然的险地，也是人为的战场。这里是埃塞俄比亚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民族矛盾与资源争夺使挖盐工们的生活更加危险。阿法尔部落对盐田的垄断引发了与其他族群的冲突，盐道经常被武装分子切断，挖盐工们在工作或运输过程中可能遭遇抢劫甚至暴力袭击，一不小心可能连命都丢了。死在盐田的挖盐工数不胜数。45岁的挖盐工穆萨，家中世代都以挖盐为生，他13岁就跟着父亲到盐田劳作，父亲教会他挖盐工的一切。他20岁时，父亲因劳累去世，彼时的他刚成家。等到穆萨的儿子刚满13岁时，他也带着儿子到盐田工作。还没等穆萨像他父亲一样教会自己的儿子生存技能，儿子就在一次采盐过程中因中暑身亡。穆萨用盐砖为儿子搭建了一座临时坟墓，就埋在盐田边缘。每天工作结束后，他都会在坟墓前坐一会儿，默默抽一支烟。类似的故事在盐田里有很多，挖盐工的宿命就是这样，每一块盐砖都见证着他们逐渐失去亲人和好友。经过前面的讲述，即使你没去过达纳吉尔洼地，没实际见过挖盐工们，你也不难想象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衣衫褴褛，身材消瘦，皮肤黢黑，蓬头垢面，双眼浑浊，嘴唇干燥起皮，手上脚上身上遍布着细碎的难以愈合的伤口，走起路来弯腰驼背，脊柱侧弯。他们时不时捂着疼痛的胸口咳嗽着，这些都是职业病带给他们的。历经磨难的挖盐工们就算没有死在盐田里，也会因为长年累月的职业病早逝。有数据显示，挖盐工们的平均寿命只有52岁，远低于埃塞俄比亚的平均水平。他们的身体被盐田吞噬，他们的生命被高温蒸发，常年弯腰劈砍盐壳，使他们的脊柱严重变形，腰椎间盘突出，肌肉损伤成为普遍的职业病。盐尘的侵蚀使他们的肺部充满了盐分，呼吸变得困难，咳嗽不止，皮肤被烈日灼伤，伤口在盐分的侵蚀下难以愈合，双眼长期暴露在强光和高温下，对视力造成损害，更别说极端的工作环境导致的心理压力、焦虑甚至抑郁。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在达纳吉尔洼地，盐矿开采就是唯一的生计来源。那挖盐工们辛苦挖出来的盐砖会流向哪里？他们从中又能获利多少？能弥补他们牺牲的健康和生命吗？每天在达纳吉尔洼地挖盐的盐会正式挖盐工有700多名，他们每日的劳动成果都会交给专门负责运输的骆驼商队。驼队通常由数十头骆驼组成，
一匹骆驼可以负重140斤，约20块盐砖的重量。骆驼驮着盐砖，晃晃悠悠地走远，脖子下挂着的驼铃也叮叮当当地远去。挖盐工眼含期待地望去，希望这批盐砖能卖个好价钱，这样说不定这个月工会会多分他们一些钱。驼队要驮着盐砖运往距离盐田数百公里外的贝拉赫勒小镇，这是盐业贸易的重要中转站。驼队的旅程通常需要4天。驼队需要穿越一片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沙漠，这段旅程充满了危险，高温、缺水、流沙是家常便饭。更可怕的是，还会遇到武装分子的袭击，这些都会使驼队陷入绝境。但驼队的步伐不会停歇，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地赶往贝拉赫勒镇，每天都有5000多块盐砖到达贝拉赫勒镇。驼队会将盐砖交给当地的部落盐商，这些盐商通常是阿法尔部落的成员，他们垄断了达纳吉尔洼地的盐业贸易。部落盐商们会在贝拉赫勒镇的盐市上出售盐砖，价格通常比给挖盐工的收购价高出数倍。就比如每块盐砖的收购价为4比尔，折合人民币8毛钱，盐工会卖给部落盐商会翻5倍。部落盐商再转卖出去的价格会翻个10倍，全国各地的盐商在此聚集，盐砖也就倒来倒去，反复转卖，层层加价，盐砖的最终价格可能达到收购价的数十倍。而挖盐工们是这条贸易链条的最底层，钱都进了盐工会和部落盐商的口袋。从贝拉赫勒镇出发，盐砖的旅程进入了现代运输阶段。各地盐商们会将盐砖装载到卡车上，运往埃塞俄比亚的其他地区。卡车的运输速度远远超过驼队，通常只需要1天时间就能将盐砖运送到莫克莱市，这是埃塞俄比亚北部最大的城市。在莫克莱市，盐砖会被进一步分销到全国各地的市场，一些盐砖会被运往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也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挖盐工们手工开采的盐砖，经过简单的粉碎和包装就被加工成食用盐，成为家庭厨房中的普通食盐。埃塞俄比亚传统主食英吉拉是一种发酵面饼，在制作的过程中，盐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埃塞俄比亚的农村地区，盐砖被粉碎后添加到动物饲料中，可为牲畜提供必需的矿物质。除了食用盐，达纳基尔盐砖还被用于工业生产，盐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例如氯碱工业中的氯气和氢氧化钠。在埃塞俄比亚，部分盐砖被运往当地的化工厂，用于生产肥皂、清洁剂和其他日用品。此外，盐还会用于水处理、道路除冰和畜牧业。然而，这些盐砖的旅程并未止步于埃塞俄比亚，盐砖还会被运往邻国肯尼亚边境，进入东非市场。在肯尼亚，盐砖会被重新精心包装，贴上天然盐或手工盐的标签，然后运往欧洲、北美和中东的高端市场，赋予非洲火山盐、火山粉盐等浪漫化的名称。一些国际品牌将达纳基尔的盐砖制成高档护肤品、排毒浴盐甚至装饰品。这些产品打着天然手工的噱头，很容易就抓住了追求健康天然生活方式的有钱人。达纳基尔盐砖的购买者涵盖了从农民到富豪的各个阶层，不管在哪个阶层、哪个国家流转，它的售价都会比收购价的高数十到数百倍。按人民币的汇率来说，一块在挖盐工手中只值8毛钱的盐砖，在欧洲超市的货架上可以卖到188元。中间商和国际市场却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虽然中间商在运输、加工、包装、宣传环节的确花了成本，但与用健康和生命挖盐的工人得到的利益相比，存在严重失调的利益分配。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反映了达纳基尔盐业的不平等与剥削，挖盐工们的劳动被严重低估。然而，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随着交通和技术的发展，这个千年未变的古老产业正面临现代化的强烈冲击。挖盐工们不仅收益微薄，如今还要面临失业的威胁。达纳基尔洼地的盐业
千百年来一直依赖驼队的运输。驼队的铃声曾是这片荒原上唯一的旋律，承载着挖盐工们的希望与生计。然而，随着一条崭新的柏油公路横穿达纳吉尔洼地，驼队的命运正悄然改变。这条公路连接了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高原城市莫克莱与达纳吉尔洼地的盐田，将原本需要4天驼队跋涉的旅程缩短至短短4小时。卡车的轰鸣声取代了悠扬的驼铃，盐砖的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对于依赖驼队为生的驼夫来说，这条公路却是一场灾难。51岁的阿卜杜从15岁开始就成为骆驼牧民，他加入了驼队，运了大半辈子的盐砖。阿卜杜年纪大了之后，身体也不好，于是他决定退休，将家里的几头骆驼交给儿子，希望儿子能够接他的班。但新公路修好之后，交通便利，一辆大卡车4个小时就能完成驼队4天的工作量。于是儿子刚继承父亲的事业，就很快失业了。阿卜杜只能忍痛将骆驼卖掉，换取一些金钱，希望帮儿子找到另一份工作。和阿卜杜有同样遭遇的驼夫不少，卡车可以承载更多的盐砖，运输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盐商们纷纷转向公路运输，驼队的生意一落千丈，失业已成定局。许多驼夫不得不卖掉骆驼，转行从事其他工作。但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其他工作机会寥寥无几。想致富，先修路。交通便利后，对挖盐工来说应该是好事吧？这样他们挖出来的盐砖能够尽快卖出去。可事实却不然。近年来，随着盐田、贝拉赫勒镇和莫克莱之间的公路增加，一些埃塞俄比亚公司或者外资企业打算到达纳吉尔洼地开拓盐业。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机械化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快速、高效地开采盐砖，不仅节省人力，还能提高产量。对于挖盐工来说，机械化采盐既是机遇，也是威胁。一方面，机械化采盐可以减少他们的体力劳动，降低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机械化采盐也意味着大量挖盐工将失去工作。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盐矿开采是唯一的生计来源，失业意味着将面临生存的危机。部分年轻挖盐工对新事物接受程度很高，他们愿意学习机械设备挖盐技术，而大部分中年挖盐工因其老旧思想和被透支的身体，很难去学习机械操作，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失业。挖盐工穆萨的故事正是这一危机的缩影。穆萨今年45岁，已经在盐田上工作了30年。他的脊柱因常年弯腰而变形，肺部被盐尘侵蚀。随着机械化采盐设备的引入，穆萨的工作变得岌岌可危。他听说一台采盐机可以替代50名挖盐工的工作，病弱无力的他有很大可能成为被淘汰的一员。就这样，失业的阴影笼罩着达纳吉尔洼地的每一个挖盐工家庭，他们将失去收入来源，无法养活家人，也无法支付最基本的医疗费用。在贝拉赫勒镇，失业的挖盐工们聚集在岩石上，寻找临时工作。然而，工作机会寥寥无几，竞争异常激烈。一些挖盐工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寻找工作，但他们的技能在城市中毫无用处，许多人最终沦为街头乞丐。现代化的冲击不仅改变了达纳吉尔洼地盐业的格局，也引发了传统与现代化的激烈冲突。前面提到的阿法尔部落是达纳吉尔洼地盐业的盐业垄断者，他们依靠驼队和手工采盐维持生计。然而，随着公路的修建和机械化采盐的引入，他们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2021年，一家外资企业试图在达纳吉尔洼地建立机械化采盐厂，引发了阿法尔部落的强烈反对。其中某个部落的长老们认为，机械化采盐不仅会夺走他们的生计，还会破坏他们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派出一些小混混，3天2头跑去找企业的茬，不是挑衅打人，就是偷摸进去破坏机械设备。企业不堪其扰，也求告无门，没过多久就撤销了工厂。
然而，这种抵抗只是暂时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盐业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驼队的铃声终将消失，挖盐工的身影也将逐渐消失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达纳吉尔洼地的挖盐工们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他们的劳动被严重低估，他们的健康被无情消耗，而现在他们的未来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要保障挖盐工的权益，首先需要将他们从全球化链条的边缘推向中心。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介入，建立公平的贸易机制，例如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让挖盐工们直接参与盐砖的销售，减少中间环节的剥削，同时引入公平贸易认证，确保挖盐工们获得合理的报酬，同时可以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障，定期为挖盐工们进行健康检查，并提供必要的治疗。此外，职业培训也是关键。通过培训，挖盐工们可以学习新的技能，例如驾驶卡车或操作机械设备，为未来的转型做好准备。可以尝试引入简单的机械设备，例如小型盐砖切割机，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不仅可以减少体力劳动，还能增加收入。以盐业贸易为生的部落商会，他们更有实力进行转型。除了白金之外，达纳吉尔洼地还有其他宝物，其独特地貌和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旅游潜力。这里不仅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还拥有活火山、硫磺泉和广袤的盐田。这些自然奇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者和旅游者。部落商会可以协同政府投资建设旅游基础设施，例如酒店、观景台和游客中心，同时培训当地居民成为导游或旅游服务人员，带领游客亲身体验盐砖开采、驼队运输等传统活动。如此一来，发展多元产业，也能增加收入，降低对盐业的过度依赖。当最后一缕夕阳沉入达纳吉尔洼地的地平线，骆驼们在沙漠中不知疲倦地行走，它们的影子优雅地投射在地面上，脖子上的驼铃也一摇一晃，驼铃叮当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盐田上只剩下挖盐工们疲惫的身影，他们的斧头在暮色中闪烁着微弱的光，每一块盐砖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与泪水，每一粒盐都凝结着人类的苦难与贪婪，每一滴鲜血都蒸发在这片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土地上。这里是地球的伤口，也是人类生存意志的见证。不久的将来，这些勤劳的身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机器的轰鸣将取代悠扬的驼铃。在全球化经济的大潮下，达纳吉尔挖盐工的命运呈现出一个普遍的困境。技术进步往往以牺牲最弱势群体为代价。当夜幕降临，达纳吉尔洼地的星空格外明亮。在这片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土地上，挖盐工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的尊严不因环境恶劣而贬值，最卑微的生存往往书写着最壮烈的史诗。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全球贸易链条中被忽视者的警示。如同达纳吉尔的盐砖一样，他们的故事值得被珍视，他们的命运值得被关注。像达纳吉尔洼地挖盐工这样干最危险的活、拿最少的钱的底层工种不少。你还知道哪些？该如何他们在不失业的情况下让他们拥抱现代化进程？你还有什么办法？欢迎你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讨论。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